他曾是中国首富。1个亿只是小目标，走到成为老赖，短短数年，万达帝国土崩瓦解，累计变现超过520亿元。更诡异的是，那些月入数万的高收入年轻人正集体出走中国，而体制内的纪检人员竟下班跑外卖补贴家用。从富人到公务员，从信心到秩序，这场经济风暴撼动全中国3大阶层。这不是单纯的经济放缓，而是一场全面信心崩盘。本集带你揭开王健林卖到什么地步，年轻富人为何不敢花钱，只想离开，体制内送外卖竟成榜样工程。真正的危险是连希望都没了。您好，这里是大时局百闻纵横，我是王真。王健林又卖资产了。中国如意7月22号公告，以2.4亿元收购快钱金融30%股权，而这笔交易的真正卖家就是王健林。快钱金融曾是万达金融体系中的核心资产，手握第三方支付牌照。当年王健林砸下超过20亿元收购，意图打造属于万达的金融生态，从万达电商到线下支付全打通，声势浩大。可现在他不得不打折清仓。这不是他第一次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变卖资产。光是今年以来，他已经卖掉万达酒店、快钱支付，还有超过80座万达广场，累计变现已经超过520亿元。说白了，王健林正在一点一点地拆掉自己曾经的商业帝国。今年3月，北京万达文化80亿元股权遭冻结；5月，大连万达商馆3亿元股权被封；到了7月，福州万达广场又被冻结1.4亿元。王健林甚至被法院下达了限高令，这是法院针对失信被执行人，俗称老赖所采取的一项惩戒措施，意思就是限制高消费，目的是迫使欠债人履行法律义务，偿还债务。王健林从中国首富变成老赖，心理落差得有多大？其实他早在2017年，他的压力就已经写在脸上了。那年他与富力地产谈判酒店转让案，原本77家酒店报价336亿，富力便硬生生砍到了199亿。从那以后，万达的债务火山不断喷发。到2024年9月，大连万达商馆的短期债务已高达439.7亿元，账上却只剩151亿现金，其中苏宁追讨50亿，永辉索赔36亿，融创也为95亿土地款虎视眈眈。王健林只能不断出售资产来拆东墙补西墙。2025年5月，他一口气把48座万达广场打包卖出。2025年5月，他一口气把48座万达广场打包卖出。泰蒙资本、腾讯等老牌资本玩家用500亿元低价接手。从2023年起，累计出售的万达广场超过80座，连万达酒店管理公司也在今年4月以24.9亿元卖给同程旅行。万达的崩盘其实早有征兆。2016年，王健林砸下340亿元私有化万达商业，想转战 A 股，还签了对赌协议。但7年里连续4次 IPO 失败，最后一根稻草出现在2023年底，珠海万达商馆第4次冲刺上市又告失败，立刻触发380亿元的股权回购条款。苏宁、永辉等老朋友一夕翻脸，纷纷提起仲裁追债。为了止血，王健林不得不向泰蒙资本低头，换来600亿元救命钱，代价是让出珠海万达商馆60%的股权。他的持股瞬间降到40%。到了2025年，万达内部也彻底换血，跟随他20年的老陈被撤换，由泰蒙派来的黄德伟兼任 CEO。万达成立新公司大连新达盟，王健林的股份又被稀释到只剩12.34%。这意味着王健林一手创办的万达广场，如今连电梯广告他都说不上话了。说到底，万达不是唯一跌倒的。这场风暴背后，其实是整个中国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。房地产从高速增长走向收缩，资金链紧张，监管收紧。曾经靠杠杆与规模膨胀起来的巨头，开始一个个被时代抛下。万达只是倒下的比较响的一个。2025年新财富榜单上，
王健林的身家只剩588亿，排名掉到第51位，不到巅峰时的1/5。他71岁，白发明显，人也瘦了不少。深夜独自走过万达总部长廊的身影，和当年喊出1个亿只是小目标的那个人，早已判若两人。今年4月，他卖掉万达酒店时，王健林依然坚持与买方同城签下10年不竞争协议，帮对方留出利润空间。他5月出售48座万达广场时，还特地保留了运营权，那是他的最后倔强。万达对赌引爆的债务核弹，炸碎了万达的金字招牌。而泰蒙资本用600亿买走的不只是资产，更是王健林最后的话语权。如今王健林依然攥着万达营运的最后一把火种，你怎么看？王健林还有翻身的可能吗？王健林只是被时代抛下的一个，更可怕的是整体趋势，中国的富人正在集体丧失信心。一份国际咨询公司奥伟咨询今年5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，有超过22%的中国高收入人群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，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2022年疫情风控高峰期的悲观程度。这不是一时的焦虑，而是心态上的根本改变。这项调查针对的是中国月收入超过3万元的2000户城市家庭，结果显示，年轻一代，尤其是18到28岁的年轻富人，信心崩溃最严重。虽然疫情过后消费和旅游有所恢复，但这群原本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年轻人，现在却开始放弃对未来的希望。他们不再热衷买奢侈品，不再创业，不再规划未来，而是寻求出走的出口。网络博主在也说点破核心，不是中国撑不起消费，而是富人都不敢花钱了。当中国的高收入群体都选择观望、停止投资时，整个经济的增长动力也就失去了支撑。这样的情绪正转化成行动。报告预测，2025年中国富人出口旅游的比例将达37%，超过疫情前水准。更有不少人不只是人走，还要钱也走，甚至开始办理第三国护照，进行身份转换。这已不是单纯的旅游，而是一种富人的润学升级，本质上是资本与人才的外移，而更深层的警讯来自下一代。00后们本该是经济腾飞中的受益者，却亲身经历了一代不如一代的现实。他们努力读书，拼命实习，却走不进职场。2025年初，官方数据显示，中国16到24岁青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，民间估算甚至超过30%。更可怕的是，连相信努力会有回报的信仰也在快速崩塌。年轻人说的直白，我们不是怕吃苦，是怕吃了苦也没用；不是不努力，是没地方用力；不是想躺平，而是根本起不来。这早已不是经济指标的问题，而是一场全社会的信心瓦解。正如该报告所说，真正的危机不是经济萎缩，而是连希望都没了；不是欠债的中年人最绝望，不是失业的大学生最崩溃，而是那些月入几万、住在北上广的年轻富人。一位网民写道：“我们这一代只是出生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国家。”这句话在社群上疯传，不只是情绪发泄，更像是整个时代的侧写。当富人都不敢消费，中产停止投资，连体制内的人都开始找副业，你就知道这不是经济放缓，而是信息崩盘。公职人员下班送外卖的话题7月22号冲上微博热搜，主角是一位来自四川遂宁市的纪检人员。这事一出，马上引发网民热议，但更让人关注的是背后越来越严重的体制崩坏现象。大陆官媒的报道说，这名孙姓男子曾在消防队工作，后来转业进入纪检部门。今年7月10号，他所在单位下发通知，允许公职人员从事副业。他立刻申请并获批，开始下班后跑外卖。他还透露，单位里不少同事也开始行动，有人跑代驾，有人跑网约车。照片看上去他年纪不大，根据消防员转安置的规定来推算，他可能已经工作了10多年。这也意味着一个干了10几年的体制内老员工，如今要靠送外卖补贴生活。更耐人寻味的是，
这件事竟被多家官媒高调宣传成是正能量，是劳动光荣。但不少网民一眼看穿这种操作，嘲讽道：“这不是单纯的个人奋斗故事，而是当局在有意塑造一种榜样，体制内的人也可以多劳多得，顺便为政府财政压力降温。因为真相是欠薪，已经不是个案了。近年来，中国公务员的降薪欠薪情况愈演愈烈，不只是偏远地区的乡镇清水衙门，就连经济强省广东也开始出现公安维稳部门遭遇拖欠工资的情况。山东菏泽一名政府网格员在网上发帖，表示自己已被拖欠1年工资，想辞职却无门。而去年中共党媒也曾被迫承认，福建莆田韩江区几百名网格员被拖欠半年工资。如今大陆全国各地都在传出体制人员被欠薪的声音，从东北、四川、河南到珠三角大城市。而在社交平台上，越来越多的体制内人员开始分享自己靠副业生存的现实，有人开滴滴，有人送外卖，甚至有人拍短视频当博主，只为填补那笔迟迟没发的工资。当局却还在高喊就业稳定、薪资合理，但底层体制内人员的真实处境早已在用脚投票。如果连体制内的人都活不下去，那中国经济的警报真的响到耳边了。一个社会真正的危机，不是经济下行，而是连希望都没了。你觉得中国经济还有翻身的机会吗？这里是大时局，百闻纵横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